好，我们现在先上一下胶水。我们这个凯迪它这个显示未复位啊，我们需要先复一下位。然后包括这个视觉跟前音机，我们现在调试的时候把它改成不启用。生产个数先调成0，先调成1。生产个数的意思就是你设成1的话，它就只走一张纸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面纸的长度我们需要设置一下。268，268，对。然后盒子的长度，我们通常量这个角就可以了。175，然后7。温度已经上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抽胶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，它就可以开始抽水。水开始上来了，水上来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胶滚杯。就是那个胶的滚筒开，再开始转。我们先开个，让它烫个1-2分钟，让它那个滚筒预热。这个声音是来自哪里？可能那个齿轮吧，它齿轮跟齿轮之间的话是在这里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胶，它滚筒上面刚才可能上一次洗的胶没洗得很干净，上面有一点点胶粒，转的时候会响。现在胶滚已经预热了，我们就把这边有一个开关，我们把这边的开关，它有这边红色的这个是水的，把它水关掉。然后我们这边里面那个是胶的，把胶的阀门打开就可以了。这样很上。对，胶上来了。稍微等上来，还不够是吧？对，先上来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把桶移过来。这边是流水，这边流胶。
到手动，然后点食材下降。然后在左边有一个手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摇就是里面的香味。然后这两边的话是气动的，我们会先把它关掉，然后手动一个可以。然后把它锁起来，这样的话它是动不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升姿态。这边是锁住这个飞达头的，把它松掉一点，上面手柄。同时升降姿态。这个飞达头要在什么位置呢？就是这个踩脚，踩住面纸的这个边缘5毫米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踩住5毫米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固定起来。好，然后这边两边都有一个防止面纸回退的装置，把它刚好它这边是一个三角形的，三角形刚好卡住这个面纸的位置。好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自动纸台上升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前面的刮刀。像这个面纸的话，正常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耳朵两边一定要放一个刮刀。OK， 然后把它上面固定起来。用下压吗？要统一的，我们先统一的把它锁紧。啊，统一锁紧之后，我们靠这个手柄往里面压。
然后我们压的时候一定要让看这个感应器，它还是要亮灯的才可以，不然等一下上不了纸。我们这个浓度仪的话，等它浇上来，中间那个可以给它打小一点，啊，让它两边流，中间那个可以让它流小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走一张纸到后面定一下位置。我们真空泵打开，风机打开。让它停在后面这个爆头的位置，看一下左右合不合适。那大概到达实际的位置，我们需要按下停止。看一下，有点偏后偏右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爆盒打开，然后点一下这个爆盒位置，让那个爆盒过去，我们可以能直观看到。看一下面纸的位置，面纸要往后走一点，把纸拿掉。我们修改一下这个补偿的这个长度补偿就好了。它这个17，我们现在把它改成0。我们这个数字呢，你是输17的话，它就是往右边面纸往右边走。如果说我们想面纸往左边走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改成负数就好了。像我们如果说想让后面走一点，改负5吧，负5。它就会往后面。这两个一起按是吧？这个是皮带的开皮带的，这个是吸面纸的。还要过来一点，我们把那个负数再调大一点。负15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开机的话就是自动开，它是皮带在转。我们点一下锡纸开，它就开始锡纸。差一点点，这点至少还要增加10感觉，25左右。这基本上差不多，我们就直接走到一张纸到这个里来。我们先把那个盒子那里先给它，盒子那里先给它设置一下。我们
在这个电脑上面，机械手操作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夹盒，放大一点。啊，还有个气缸，有个动作。我们要把它点出来，然后我们把那个手柄松掉，往这边调一下。点出来之后，我们需要把它推一下，把它推板推到位，夹紧点，对，夹紧。然后把它封紧。好，对。然后这个呢，就让它再往前一点，对。防止它第二个盒子能带起来。点一下断自由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移动机器人。把这个吸盘放在盒子里面。我们再点上电，上电之后会变成绿色。我们操作界面，取料位置，获取，确定，然后试调，确定，然后再返回机器手操作，然后我们这边有坐标，最相应的上面有坐标的啊。然后 X 是左右的 ，Y 是前后的，然后 Z 是上下 ，R 是旋转。我们就是让机器臂抬起来，点一下 Z， 然后是鼠标的左右键控制。鼠标的左右键对应这边的加减号。我们现在升起来就是 Z 减。对呀，可以加一点。操作界面，等待位置，写入，确定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点一下轻错，停止，复位，开始，才会吸一个。先停止再复位哈。对，先停止再复位，然后再点开始，它会吸一个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画一下这个模板。这张没有过胶的纸，把那个上面纸替换掉。因为过了胶的纸，它会有反光，你画模板的时候会有影响。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纸，啊，因为这个纸是红色的，所以曝光的话，我们稍微调低一点点。我们先选择相机选择一下，然后这个曝光现在是38000，我们再给它调一点下来，32000看一下，然后点一下设置。好，这个颜色会更加暗一点，它会更明显能找到一些。我们现在开始画，这个先点一下这个点位1，好。然后搜索范围，点一下，然后我们画一个大的方形，把这个角，我们现在需要找这个角，我们把它框起来。框起来之后，鼠标的右键是确认键，点一下鼠标的右键，啊，它这好了。
然后创建模板，点一下，确定。画个小框，再画个小的，把这个角给框起来。然后我们这里有个箭头，箭头的话都是由白色到黑色这个方向，然后这边同样的往这个方向对照。然后鼠标的右键确认，这边会有个红色的一个轮廓线，啊，确定。然后我们再点位2，同样的搜索范围，找另外一个角，框起来。鼠标右键确认。啊，这个箭头是朝内的，由白到黑。然后我们画这个框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照到这个黑色点，有那个皮带孔的话，或者黑色点，尽量避开。啊，然后我们相机再选择一下，这边有个设置有无纸张，我们点一下，这里。在这个纸的中间画一个小框，它这个是识别有没有纸张的过来，鼠标右键确认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机器人操作点一下，点一下停止，选择自由。然后我们上链，操作界面，这个贴合位置来获取，对焦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把他们上一个产品的这个补偿给它清零掉，这个是位置如果有偏差的话，可以在这里设置。稍微长一点。现在就把视觉启用起来，点一下开始，这里开始，上面就显示了自动运行，这边就视觉启用，这边走一个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停顿一下，我们调试一下这个压合的这个高度。在这个手动页面里面，然后有一个压合气缸，把它点下来。把它推回去。它这边有个档和纠正装置，我们先把它推开。让这个盒子过来。做一下，这也可以这边一样的启动停止。然后我们把那个气缸点出来，这边有个气缸，两个气缸点出来，一个纠正气缸，皮带档盒，两个都点出来。这边
边这个导河的刚好按照河子的水。左右调好之后，我们调一下前后，盒子尽量不要让它动水。来点水，把气缸这两个气缸退回来。我们再看一下启动，看一下它是不是在这个两个爪子之间。这样明显看到这个盒子需要往这边偏移一点。啊，快一点。如果说觉得差一点，可以再移动一点点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把这台机把它拖起来。点复位这边爆盒，因为我们刚才动的是这个页面，也点复位就好了，其他的就不用复位了。它这边会有显示的。哇！稍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返回主页面，然后把这成因继连机也开起来。我们就做两个产品看一下，生产数量产生两个盒子。2，对。这边这个是属于那个吸嘴，它没有吸到面纸，所以我们把吸嘴调一调。前面这两个。再移一点点。
像看5个吧。没事，这个没插好。边没有包好。这个耳朵。耳朵插了。对，把那个耳朵位置再加到5就可以了。我再投一点。太低了吧？把这个刷耳位加低一点。然后再把输送带移过来就好了啊。好的，我说再把输送带移过来就行了。对对对。Setting finish。速度可以调快一点。速度调快一点。左边压的不够紧是吧？就是有点那个刷耳朵的，可能有点踩到盒子，把它退一点点，退0.5，197，179。
传到位置不对。下盒子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就差不多把机器关掉，洗机。对，现在做机器关掉洗机这种事。做一个流程是吧？对，做这个流程做完了。真空泵关掉，风机关掉。我们就现在交轨。这个刮刀打起来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里是控制这个胶水的厚薄的，打这个厚薄，往下搬一点的话，它胶水就厚一点，往里面走胶水薄，相反的，把胶阀门关掉，把水的阀门打开。但是你这个关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关到位，不然的话，那个胶的阀门没关到位的话，你的水打开，可能那个水会进到这个胶的这个桶里面。那等它流完。对，等它流完，然后把这个直接打开。关了这个，关了。现在上的是水。
啊。就直接在这边，这个销滚关。对，然后把这边的那个抽胶关掉，啊，然后加热的直接打到中间就可以了，啊，然后我们关机的话，电脑是正常关机，先把软件关掉，然后直接关机。先等电脑关，不能直接断电，不然的话数据可能会流失。直接等到电脑灭了之后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有个，它这边那个没有，在这儿。哦，下面有个总闸关掉，就可以了。然后机器就关闭了。